一直以来，西方标榜自己是法治国家的典范，甚至很多职人也经常把什么西方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挂在嘴边，并以所谓西方的公平正义而自豪。但拜登在下台前赦免儿子，而这个赦免令是无法更改的，就是说，即使是特朗普上台，也无法对拜登儿子秋后算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美国还是不是法治国家？还是一国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包庇自己的儿子。拜登出于私利赦免儿子，直接就打了法治国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一国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不就是妥妥的独裁者吗？从这点来看，美国也是一个腐败的国家。总之，拜登出于一己私利践踏法律，不仅让美国国家形象受损，也让美式民主的名声受损。另外，也对民主党的形象造成重大伤害。总之，赦免儿子对美国、对西方制度的可信度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后患无穷。从此事可以看出，拜登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我一直无法理解，美国为何会赋予总统赦免权？这不就是给美国总统践踏法律的机会吗？对于此事，德国媒体也做了广泛报道。等下我们就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时代报》的报道，以及德国人对此有何评论。根据民调，60%以上的德国人希望美国民主党当选，他们不喜欢特朗普。在这个背景下，去看德国人的评论就可以很好理解了。乔·拜登赶在法院宣判前赦免自己儿子亨特。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赦免了他的儿子亨特，这与之前他多次宣布的相反。他说他的儿子受到了不公正和选择性的起诉。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现在赦免了他的儿子亨特。自从上任以来，他曾说过他不会干扰司法部的决定，但是很明显，他的儿子被司法机构采取不同方式的对待，并被有选择性、不公平的迫害。根据法令副本，赦免是完全和无条件的。拜登的继任者特朗普上任后不能撤销赦免令。亨特·拜登于2024年6月被判非法持有枪支罪。具体来说，他被指控在2018年10月购买枪支时做了虚假陈述，并隐瞒了自己当时的毒瘾。这位律师、商人和说客曾在2021年的自传中写道，他曾酗酒和吸毒。他声称自2019年以来已经戒毒成功。今年9月，亨特·拜登承认犯有逃税罪。他将面临长达25年的监禁，但具体刑期尚未确定。拜登呼吁美国公众给予理解。拜登在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时，曾多次表示，即使特朗普赢得大选，他也不会赦免自己的儿子，也不会给他减刑。现在，他解释了自己的改变。亨特受到的待遇与犯了类似罪行的人不同。他在国会的政治对手煽动了这些指控，以攻击我，反对我参选。他相信法律制度，但我也相信残酷政治感染了这一过程，导致了司法不公。总统表示，希望美国人能够理解一位既是父亲，又是美国总统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这一决定是在周末全家共度感恩节之后做出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这家中间偏左媒体的网友们对美国老大哥的总统赦免自己儿子以及美国法治社会有何看法。第一条评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听起来比另一个好听而已。下一条评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如此糟糕？我们继续往下。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如果把他的儿子扔到复仇心切的特朗普政府手里，那就太无情了。我们继续往下。从人性角度可以理解，在道义上不可行，而在政治上，对他所在的政党犹如一剂毒药。下一条评论：好吧，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可以，我也会为我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
但我也不会自诩为西方世界道德的楷模。好，我们往下看。现在尤其是在这里，肯定会有人感到惊讶。好人瞧，但血浓于水，正义始终面对权力或金钱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拜登赦免了自己的儿子，愤怒的人们在尖叫。当特朗普赦免了他黑暗圈子的罪犯，并将在宣誓就职后继续赦免他们时，这些人是否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声？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双标是共和党人的一大特色。下条评论，谁会想到呢？左翼政客和右翼政客的行为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神话就这样被推翻了。我们继续往下。一方面，从人性上讲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人们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性的信号。面对政治对手，这也是一种道德优越感的丧失，因为政治对手知道如何有针对性的使用他不想要的榜样。这就好比我没有做我的前任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各方面都是致命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吧。我认为拜登是在看到特朗普让谁担任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才改变想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恐怕从1月21日开始，特朗普政权就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下条评论，从人性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就法治而言，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尤其是与特朗普或真正的腐败分子相比。继续往下看，特朗普的小丑表演确实会迫害、羞辱和惩罚所有政治对手，这就是2025计划中的描述。而特朗普虽然已被定罪，但实际上是在逃避任何合法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人会像拜登那样把自己的儿子送给鲨鱼吃掉。美国正在被让美国再次伟大脑残粉变成一个失败国家。下条评论，我能理解，无论如何，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法治国家。对特朗普的诉讼终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法治国家本应该是同样的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如果还能与法治国家搭上边的话，拜登本应不得不放弃赦免。在已公布的半民主国家，最高法院按照18世纪的标准设立，他现在应该尽可能多的赦免非暴力囚犯。下条评论，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都存在赦免这种可能性，这个与在哪个国家无关。三权分立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被完全架空了。作为一个法律门外汉国家元首，可以干涉经验丰富的司法专家的工作，甚至可以推翻他们的决定，我仍然无法理解这点。我们继续往下，赦免是对法治的破坏，大笔一挥就推翻一个独立法庭在数次判决后做出的判决，破坏了公民对法律和正义的信任。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需要根本性的宪法改革，不需要特朗普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下条评论，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我们看下条评论吧。美国的权贵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表明，法律制度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好，我们继续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会在1月份被赦免？拜登只是觉得不想再做那个唯一一个做事正确的人。不幸的是，我甚至可以理解拜登这一点。多亏了特朗普，整个1月6日的那群攻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人都会被赦免，特朗普也会赦免自己，为自己省下巨额罚款，因为当年欺诈而被判罪，而且远不止于此。下一条评论，在东德时代，这被称为阶级正义，而现在我们伟大的榜样，现任总统撒谎，下任总统反正一直在撒谎，美国的死刑被执行，举报人遭到无情迫害，关塔那摩仍然存在，国际刑事法院不被承认，真了不起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吧。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没有提到
特赦适用于亨特·拜登在2014年12月1日直到2024年12月1日10年期间犯下的所有罪行或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就是说在此期间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下条评论：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为亨特犯下的同样罪行而坐牢，他们都会被赦免吗？对我来说，这只会发出一个信号：任何属于政治精英的人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事实呢？这里的网友们还在为拜登辩护，这让我感到悲哀。下条评论：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写道：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好，我们继续往下。尽管我非常理解乔拜登那父亲般的关怀，但他的行为对美国司法系统造成了伤害。现在特朗普会更容易赦免自己。下一条评论：人人权利平等，因此所有总统的权利平等。大多数美国人投票选举了总统，因此拜登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正确的。我衷心祝愿拜登一家，特别是乔拜登，能够与家人再共度几年美好时光。最后，我们看看德国中间偏右媒体《世界报道》网友评论，他的报道就不看了，我们直接看评论。第一条评论：最终，亨特·拜登被定罪只是冰山一角。拜登本人参与儿子的商业交易，尤其是在乌克兰的交易，可能永远也无法查清。上次竞选中由俄罗斯人策划的笔记本电脑事件也格外引人关注，这些内容都被掩盖了。特赦是这一家族事件的必然结局。对德国来说，北溪管道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下一条评论：天衣无缝的裙带关系令人作呕。我们继续往下。政客们呀，都一样。好，我们再往下。腐败和自助服务不仅仅在德国，政客们都可以逍遥法外。下一条评论：拜登以此证明他与竞争对手，尤其是特朗普一样半斤八两。好，我们继续往下。我很少在西方国家看到如此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和滥用权力。好吧，他可能是按照座右铭行事的，一旦名声破坏，其他就无所谓了。下一条评论：滥用权力别无其他，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决定，与专制者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同。好，我们再看下一条评论：与其抱怨美国总统的好坏，不如为没有美国支持的欧洲做好准备。下一条评论：卓越的伪君子，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平等。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亨特·拜登的危险在于，他可能会泄露有关乌克兰的背景情况，这些信息很可能会让我们德国对乌克兰的大量资金支持变得面目全非。好，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不仅没有大义灭亲，而是赦免自己的亲儿子。可是那么大比例的德语区网友，特别是中间偏左媒体的网友，理解甚至同意他的做法，这让我非常震惊。原来德国人一直声称的法治国家观念是因人而异的，这也太讽刺了吧。好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对拜登赦免自己的儿子有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